周显，你看我不宰了你！我怎么你了？不就是杀了你爹，你急什么？你是个人了，我早晚杀了你个王八犊子！父亲，今日是我入南镇抚司当值的第一天，您当年的意外，儿子会查清楚。劳烦何晏。东边日头西边雨，这锦衣卫的天下，终究是分了阴阳。进来。沈燕，沈林的儿子。属下沈燕见过陆百户。个头挺高，就是太文气。武学里的花架子到实处未必管用。属下会勤勉当差，不辱没家父名声。名声，在南司不求立功，只求守规矩，别惹麻烦。北司的人疯，咱们南司的人得稳。直方在西头第3间和李默搭伙，今日整理去年巡街卷宗，下午跟他巡城西。记住，少说话，多观察。属下明白。你就是新来的沈总旗，我是李默。以后搭伙，咱们南司比北司舒服，不用守诏狱、盯大官，平日巡街管军吏纠纷，偶尔接民间案子。民间案子，不是顺天府管吗？顺天府管不了的，或牵扯魏赏、漕运延误的，就推给咱们；真棘手的，最后归北司，咱们打下手。陆百后说了，安稳当差比什么都强。这些看似杂乱的记录，是京城人情世故的脉络。父亲将当年也是从这些细节里查出线索的吗？瞧见没？那边那个就是北司的周显，咱们南司最头疼的对头。那是北司周副千户周显，手段狠辣，诏狱里没几个全须全脸出来的。他是陈四府的人，见着躲远点。不管北司如何，我先做好自己的事。这是规矩，给好处好照看。陆百户睁只眼闭只眼。怎么回事？官爷，张老栓3天前出门未归，他娘要报案。顺天府说失踪不久不立案。官爷行行好，我儿在漕运码头当脚工，之前说有人找他麻烦，肯定是出事了。顺天府不管，您可得管啊！大娘，您儿子叫张老栓，在漕运码头当差。是，干了10几年，老实本分。前几天回家说捡到东西，有人要，我让他别管，结果就没影了。别多事儿，漕运水深，回去报陆百后推了就是。大娘先起来，我们记下了，会去查。您先回家，有消息通知您。谢谢官爷。沈老弟，你怎么应下来了？这案子一看就麻烦，漕运水深，咱们犯不着趟浑水。只是失踪案，先查查。若普通失踪，移交顺天府；若真有问题，总不能不管。你呀，回去看陆百官怎么说吧。漕运脚夫失踪，这个节骨眼上未必是巧合。既然撞到咱们南司手里，就先摸摸底。真要是大案，再移交北司也不迟。属下遵命。这案子交给你办，李默协助。先去张家看看，点到为止，别往深了扎。属下明白。沈林的儿子，希望你比你父亲更懂进退。官爷，您可来了。大娘，我们来看看张老川的东西，找线索。大娘，张老川失踪前说过捡到什么东西吗？
就说捡到几片纸，印着花纹像官府的东西，问他也不说，藏起来了。藏在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。这么穷，不像图财，难不成被绑了？大娘，这炕沿能拆开吗？能啊，之前坏过，他自己钉上的。这是私盐，是盐引残片。脚夫怎会有盐引和私盐？偷偷贩卖？若做私盐生意，家里不会这么穷。残片更像是捡来的，几张残片，至于让人失踪吗？除非这残片牵扯着不能见光的秘密。初三夜，不就是失踪前一天？龙王庙码头那边好像有个。大娘，纸条我们带走。张老川平时和谁来往密切？有没有得罪过人？他老实本分，就和码头几个脚夫走得近。还有广顺盐号的王掌柜，偶尔找他运东西。哪个盐号？通州码头边上的广顺盐号，王广顺。还真查出东西了，私盐盐引，这案子不简单，真要去码头查。先去码头问脚夫，再去广顺盐号看看。沈老弟，陆百头说了点到为止，牵扯私盐大案是北司的活，咱们掺和没好处。只是问情况，没说查到底，人还没找到，总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行吧，听你的。但码头那帮人横得很，咱们小心点。王广顺、龙王庙，这张网才刚刚拉起一角。两位官爷有何贵干？找张老栓，失踪3天了，问问情况。老张啊，老实人，3天前没来上工，还以为家里有事儿，怎么失踪了？失踪前有异常吗？起过冲突吗？能有啥异常？天天干活呗，大概率自己跑了或回老家了。官爷别费心。他家有老母，怎会自己跑？我看这些脚屋都知道点什么，怎么不敢说？官爷说笑了，干活的哪知道什么？王掌柜，您来了。两位官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不知查什么呀？张老栓常帮贵盐号运货。哦，老张啊，是常帮我运正经官盐。失踪了，我还真不知道，这2天忙。初3晚上，张老栓去龙王庙是和你交货吗？官爷说笑了，我怎会和脚夫半夜交货？龙王庙荒得很，我去那儿干什么？无妨，只是问问，若想起什么，随时来南司告知。这个王广顺肯定有问题，一提龙王庙脸都白了。那些脚夫也被打过招呼，不敢说话。张老庄失踪，和码头广顺盐号脱不了干系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真去龙王庙？去，今晚就去。王广顺，你越慌，就越说明那里藏着真相。沈老弟，至于大晚上来吗？白天不行。白天人多眼杂，纸条写初3夜交货，晚上来，或许能发现白天看不到的痕迹。就这，我还以为能找到什么宝贝呢，白跑一趟。李大哥，你看这里，这是血？不确定，单看脚印，前不久确实有人来过。拖痕平稳无挣扎，要么人已死，要么被迷晕。张老栓就是在这里出事的。沈老弟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漕运衙门的腰牌怎么会在这儿？确实是漕运差役腰牌，脚湖失踪地出现这个，牵扯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有腰牌就能去漕运衙门查人了？不行，没证据贸然要人，只会打草惊蛇。万一对方反咬诬陷，反而麻烦。陆百户说的对，漕运水太深，这块腰牌，要么是对方落的，要么是张老松扯下来的。快进去搜搜，别让他们跑了！躲起来！给我仔细搜！刚才明明看见有人进来。是码头打手，刀疤脸是王广顺护院，咱们被盯上了。他们人多，应聘吃亏。等走近放倒2个，趁乱跑。老大，后殿没人啊！再仔细找。李默，跑！这么跑不是办法，我引开他们，
你往南回衙门报信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别废话。李大哥，你一定要平安。陆百户，我们去龙王庙查案被围，李大哥引开他们了，快带人帮忙！跟我走。李大哥，没事儿，绕圈甩掉了，就摔了一跤。先回去再说。胆子不小，敢对锦衣卫动手，王广顺真有问题。陆百库，直接拿人吗？不行，凭这些定不了罪。他可以说腰牌丢了，打手抓贼，没实据动不了他，背后肯定有人撑腰。属下也是此意，关键是找到张老栓下落，还有眼影残片牵扯的秘密。龙王庙有疑似血迹，我怀疑他已遇害，确认死因，找到尸体，案子才能往前推。验尸得找人，顺治府仵作未必靠谱，这事不能声张。我认识一人，城南回春堂医女，懂验伤辨毒，嘴严。明天带你们去找她。医女验尸这种事儿，女的能行吗？别小看她，本事比老仵作强，不用开膛破肚，只看尸表就能断8、9不离10。竟有此等人物，不用开膛破肚，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陆百公，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苏姑娘，有个案子需验死因，不想惊动顺天府，想请你走一趟。可以，酬劳照旧。这是回春堂苏婉清苏姑娘，这位是南司审验沈总旗李默李总旗。苏姑娘，先去龙王庙，我先看那处痕迹。陆百官，这么年轻的姑娘，真靠谱吗？靠谱不靠谱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果然是剧毒，是人血，时间3、4天左右，量不多，外伤出血，非致命伤。拖拽痕迹能看出是活人还是死人被拖走吗？拖痕平稳无挣扎，要么人已死，要么被迷晕，单从痕迹不好判断。若要确认，最好找到尸体，按拖痕方向往河边去，大概率被扔进河里了。李默，去附近村里找水性好的，沿河往下捞，仔细点。好。指甲缝里的蓝布纤维是唯一的线索。死因是溺水，口鼻有泥沙，肺部积水，是被人打晕后扔下水的，后颈淤青是钝器击打所致。另外，他胃里无食物，死前至少1天没吃东西。结合失踪时间，初3晚被打晕，关了1天；初4晚被扔进河里。还要关1天？可能是想问他什么，或者看来就是为了那些严谨残片，他没交出来，或交了一部分，对方不放心就杀了。这是从他指甲里取出的蓝布纤维，料子是绸缎，不是普通百姓穿的。绸缎，王广顺那天穿的就是蓝色锦袍，基本确定是被打晕后溺死，与我验尸结果一致。多谢苏姑娘，辛苦了，酬劳稍后送到药铺。举手之劳。另外提醒一句，死者手里的眼影残片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关盐眼影。私盐案子水很深，你们小心点儿。他怎么知道眼影的事？别奇怪，苏姑娘消息灵得很，京城这点事儿没多少能瞒住她。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不该问的别问，知道他能帮咱们就行。现在基本确定，张老栓是被王广顺的人害死的，起因是眼影残片，但没直接证据证明是王广顺干的。蓝布纤维说明不了什么。那块漕运腰牌呢？能不能从腰牌查起？腰牌是漕运衙门赵四的，半个月前就报失了，死无对证。那怎么办？张老栓白死了？当然不能算。王广顺敢杀人，说明私盐生意不小。咱们从广顺盐照查起，查进货出货记录，漕运往来，不信他不露马脚。沈燕，你心细，查广顺盐号账册和近半年漕运体货段。李默，你去码头盯着，看每天运多少货，运去哪儿。属下遵命。
张老栓一个脚夫，怎会捡到眼影残片？如果只是普通私盐，王广顺不至于杀人灭口，除非这些眼影能证明有人盗用官盐引贩卖私盐。漕运衙门、盐运司，甚至朝中官员，难道父亲的死也和私盐有关？不管背后是谁，我都要查清楚，不仅为了张老栓，也为了父亲。广顺盐号每年盐引数量差不多，但报损的盐逐年增加，不是说受潮，就是说水印，每年上千斤。上千斤盐说没就没，太巧了。报损时间都是漕运船队到港后几天，这不是报损，是把官盐偷偷拿出去私卖，走私盐路子，不用交税，利润翻倍。可这只是猜测，要证明必须拿到真实账册，官面上的账册干净，真账一定被藏起来了。我这边查到，广顺盐号面迎面走官盐的路子，但每隔几天晚上就有马车从后门出去走小路。我跟过一次，被发现，没跟上。我这边也有发现，报损太多且时间巧合，怀疑借报损名义私卖官盐，很有可能，但要抓把柄，必须拿到真账册或人赃并获。账册肯定在盐号里，可以去搜。不行，没搜捕令，不能随便搜。王广顺背后有人，贸然去搜打草惊蛇，还容易被反咬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硬闯吧？不用硬闯，可以想办法把账册偷出来。偷？咱们是锦衣卫，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不好吧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，只是拿回来看看再放回去，没人知道。沈燕，你有办法？我观察过布局，账房在内院旁，晚上守卫不严，只有2个护营巡逻。我可以晚上潜进去找账册。不行，上次龙王庙就被围了，这次一个人太危险。陆百户，案子卡在这儿，不拿到账证没法往下查，张老栓不能白死。行吧，一定要小心，拿不到就撤。我让李默在外面接应，有动静就冲进去救你。好。这么多账册，哪本才是真的？掌柜的，您怎么起来了？起来喝水。你去后面看看，别让人钻空子。这应该就是真账了。这批货得赶紧出手，最近风声紧。走吧，看好后院，别出岔子。果然是私盐账。陈府，赵郎中是漕运衙门的，周府千燕是北司州县。陈府，那颗自府陈静，果然牵扯到朝堂官员，连北司的人都掺进去了。难怪王广顺这么嚣张，拿走账册会打草惊蛇，不如记住关键信息。什么人？站住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先撤。拿到账册了？没全拿，怕打草惊蛇。但我看到了内容，王广顺确实在做私盐生意，背后有人，漕运赵郎中、北司州府千户，还有陈府。陈府？哪个陈府？应该是陈次府家。我的天，牵扯到次府大人了，这案子咱们还能查吗？内阁次府，别说我们小小百户总计，就算指挥使也不敢轻易动。可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张老栓白死了？那可是次保大人和北司州副牵印，咱们南司这点人怎么斗？不如算了吧。算了，张老栓的命就这么白丢。陆百户，账册里记了下一次私盐交易的时间和地点，3天后子时，城西废弃官仓，对方是河北盐贩子，10几个人，只要当场人赃并获，拿到私盐和银两，就算不能动陈静，也能把王广相和赵林征拉下来。顺藤摸瓜，未必不能往上查。好，你确定消息准确？确定。好，我调20个可靠的老兄弟，3天后守株待兔，抓他们个人赃并获。都机灵点儿，等人全进去再动手，尽量抓活的，别弄出人命。第一次参与抓捕，说不紧张是假的，可一想到张老栓的死，必须抓住他们。来了。慌什么？就几个人，冲出去！
拿下！别让他跑了！王掌柜，往哪儿跑？你们南镇抚司凭什么抓我？我可是有正经严谨的良民。良民会半夜在废菜交易私盐，事到如今，别狡辩了。都抓完了，一个没跑，私盐2000多斤，人赃并获，看他还怎么抵赖。王掌柜，走吧，回南司好好聊聊。王广顺贩卖私盐多少年？背后都有谁？没人，就是我自己干的。自己干的？这上面清清楚楚记着，你每月给赵郎中送300两，还给周副千户送好处，你还敢说没人？搜我盐号，杀人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？大人明鉴，冤枉啊！龙王庙血迹护院腰牌指甲里的蓝布纤维都能对上，你以为瞒得住？先关起来。嘴挺硬，要不要用点手段？不行，南司不能像北司那样动刑，他死扛咱们也没办法。他不招没关系，还有账册和盐贩子供词，顺着赵郎中这条线查，一样能往上摸。赵奎是证物品，咱们没权直接抓，得上报指挥使司，还要有足够证据。账册就是证据，加上王广顺认了私盐和杀人，整理好上报魏指挥使，请他定夺。也只能这样，你去整理卷宗证据，我去见指挥使。陆征，你在锦衣卫多少年了？回大人，23年。当年在北司也是一把好手，就是因为太较真才被贬到南司。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改？属下只觉得人命关天，私盐有损法度，查到了就不能不管。管？怎么管？这里面牵扯周贤、陈次府，你觉得锦衣卫能和内阁次府对着干？可是大人，证据确凿。证据确凿又如何？新皇刚登基，张阁老正推新政，朝廷动陈次府不合适，那这案子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能算。王广顺按律处置，吴必邦那就不要提了。这案子移交给北镇抚司吧。周显不是喜欢管吗？让他去办。大人，移交给北司，周显肯定会把案子压下来，大事化小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让锦衣卫和内阁对着干？陆征，记住，咱们是天子亲兵，要顾全大局，有些事不能太较真。下去吧，按我说的办。陆大人，您这是？魏渊说案子要移交给北司。移交给北司？那怎么行？周显和王广春是一伙的，案子到他手里肯定不了了之。我知道，可指挥使的命令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陆百户，张阁老正推行新政，整顿吏治，如把证据送到他手里，他会不会管？张居正、张阁老，太之一想整顿盐政漕运，咱们把私盐证据递上去，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理。不行，锦衣卫的案子直接递内阁，不合规矩。陆百户，想想吃不起盐的百姓，咱们难道就是为了混日子吗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但这事不能明着来，证据留副本，偷偷送到张阁老手里。好。陆百户，北司周副千户来了，说要接管案子。走，去看看。陆百户，魏指挥饷的手谕你收到了吧？这案子现在归我北司管了。属下遵命。只是案子刚有眉目，人证物证都在南司，移交需要些时间整理。整理？我看是你们舍不得放手吧？别以为抓了个王广顺就了不起，这点小案子也值得你们南司兴师动众。你就是新来的沈燕，听说你爹当年也是在南司当差，后来意外落水。家父确实南司旧人，属下只是奉命查案，不敢居功。倒是会说话，记住，以后少管不该管的事，免得步你爹后尘。周副千户教训的是，属下这就让人把卷宗和人犯准备好，下午移交。不必等下午，现在就把人犯带走，卷宗我派人来取。陆百户，别冲动，他故意激你，就是想让你出错。属下明白，人犯他可以带走，但真账册的副本，他拿不走。周显，你以为夺走人犯就能掩盖真相？真正的证据，从来不在你手里。沈总旗今日来，不是为了抓药吧？苏姑娘明鉴，案子被北司夺走，我们想把证据递给张阁老，但锦衣卫不便直接接触有救，想请姑娘牵线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这是抗旨，你和陆百户都要掉脑袋。我知道，可若不说，张老栓白死，私盐祸国，贪官逍遥。我不是为了苟且偷。我认识一位林御史，为人刚正，与张阁打志同道合，
我可以帮你传话，但他是否愿意见你，我不敢保证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这份请宴铭记在心。姑娘，明日午时5时，你来城南茶楼2楼雅间等候。若林御史愿意见你，我会带他来；若不愿，你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。好。苏姑娘，你为何愿意冒这个险？你到底是谁？说，账册在哪儿？还有谁参与了？我不知道什么账册，就是我自己干的。继续。嘴这么硬，看来是真有人撑腰。陆征那个老东西，肯定还藏着东西。盯紧南司的人，尤其是沈燕，他最近和谁接触过，去了哪里，一字不漏报给我。沈老弟，我刚听说北司的人在盯你，周显怀疑你藏了证据。意料之中，他夺造人犯却没拿到真账册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那你还去茶楼，万一被跟踪怎么办？不去不行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我已经让陆白长安排了人手在外围策应，若有异常，立刻撤。你呀，总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。总要有人去做。父亲，您当年是不是也这样？这一次，我不会退缩。你就是沈燕，证据呢？林大人，这是广顺盐号私盐交易的真账册副本。这些证据你从何处得来？可知伪造证据是何罪？属下夜探盐号所得，绝无虚假。若有半句不实，愿受军法处置。你可知把这些递上去，你可能活不过明天。属下只知道，若不说，更多人会死。锦衣卫的职责就是护国安民。好，我会亲自呈给张阁老。但你记住，从今日起，你的命就不只是你自己的了。多谢林大人。沈燕，你果然和你父亲一样，是个傻子。可这样的傻子，才配得上这身飞鱼服。这证据确是锦衣卫南司的人递来的。回阁老，确是南司总旗沈燕亲手所交。此人刚正不阿，愿以性命担道，证据属实。私盐祸国，还牵扯到北司与朝中重臣，好大的胆子！此事不能声张，你暗中核查赵奎与王广书的关联。至于周显和陈府，暂且按下，待新政推行到严正时再一并清算。属下尊宴那边只是告诉他，守好本分，莫要轻举妄动。他的命现在系着整盘棋局。沈林的儿子果然和他父亲一样，是个不怕死的。可这一次，他面对的不是意外，而是吃人的深渊。看来是有人等不及了，被盯上了。周显的动作比我预想的更快。不能恋战，他们是要灭口，不是抓捕。进来。伤口不深，但有毒，幸好你躲得快，不然毒入血脉就麻烦了。是周显的人，他们知道证据递出去了，要杀人灭口。林御史刚传话，张阁老让你守好本分，别轻举妄动。你现在暴露了，他们不会放过你。我不能躲，躲了之前的努力全白费。苏姑娘，你得帮我传个信给陆百惠。你还要查？不要命了？我的命早就绑在这案子上了，你若怕牵连，现在就走，我不怪你。谁怕牵连了？我只是不想看你白白送死。我去传信，但你答应我，别再单独行动。好。婉清，对不起，把你卷进来了。可除了你，我无人可信。属下无能，让沈燕跑了，但她受了伤，应该跑不远。废物，连个毛头小子都抓不住。张居正已经看了证据，再不动手，等新政下来，我们都得完蛋。沈燕不死，后患无穷。去查苏婉瑜，他和沈燕走得近，肯定知道些什么，必要时把他一起处理了。是。沈燕，你以为有张阁老护着就安全了？在这京城，想让人消失，有的是办法。陆百户，周显这是要赶尽杀绝呀！咱们得把沈少帝藏起来。
藏不住。他既然敢动手，就不会留活口。现在只能硬扛。苏姑娘，多谢你冒险传信。从今日起，你留在南司，哪儿也别去。我们会派专人保护你。不必，我若躲起来，反而显得心虚。回春堂是我的地盘，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动手。倒是沈燕，她不能再留在衙门里了。你说的对，让她去城外庄子上养伤，顺便盯着漕运码头的动静。好，我去安排庄子的事，你们负责把他安全送出去。周显，你想灭口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南司的人从来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药里加了安神的成分，喝了好好睡一觉。明天开始，你要装作养伤的闲人，别露马脚。你也小心，周显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隆庆6年，正是父亲出事那年。这庄子曾是曹州转运点，怎么会留下当年的麻袋？苏青丽丝，晚清董验尸之延误消息灵通，她不是普通医女，这块令牌是她父亲的遗物。苏姑娘，周副天鹰请你去北司问话。民女只是开药铺的，不知有何事要问。少装蒜！你和沈燕勾结地假证据，还想瞒？证据真假自有朝廷公论。两位若无故拿人，我便去顺天府击鼓鸣冤，让京城百姓看看北司如何欺压良民。北司的人好大的威风，光天化日之下擅闯民宅，还有没有王法？林大人，我们奉命行事。奉谁的命？周显吗？告诉他，苏姑娘是我请来的证人，谁敢动她，就是与督察院为敌。多谢林大人解围。你不必谢我，是张阁爷让我护着你。沈老弟，我刚从码头回来，打听到一件事儿。当年你父亲和苏姑娘的父亲是一起查私盐案的搭档。什么？老脚夫说，隆庆6年漕运清吏司有个苏主事，和你父亲联手查广顺盐号的前身。后来苏主事被诬陷贪墨下狱，死在牢里。你父亲落水身亡，案子就不了了之了。原来我和婉英的父亲都是为了同一个真相而死。李大哥，帮我传个信给婉清，告诉他我在庄子等他，有重要的事要说。好。这是我父亲的遗物，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它。婉清，我都知道了，你父亲和我父亲是搭档，他们都是被私盐集团害死的。你懂验尸知盐误，是因为你从小跟着父亲学这些，对不对？父亲死后，我被亲戚收养，我改名换姓开药铺，就是为了等一个机会替他洗清冤屈，直到遇见你。